定位信号丢失。追求开车上高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左手方哈，我们的左前方这片海域哈，仍然是我们所提到的阿拉伯海。这个上面呢还有很多的岛屿哈，这都是最近才出现的哈。这是阿布扎比政府哈，也是花了很多资金去花这个小船哈，去拖这个脱沙造海哈，喷砂技术。像中里岛啊，也是用这个喷砂技术去造岛的哈。这边都喜欢在这个海上就造这种岛屿，营造这种海洋的感觉哈。那阿拉伯人也是很喜欢海洋的，在阿联酋哈，最多岛屿的国家就是阿布扎比了。阿布扎比一共是拥有100多个岛屿哈，其中有80%左右都是他们自己造的岛屿。阿布扎比呢，相对来说也是阿联酋比较有钱的国家。阿联酋哈，一共是有7个酋长国，这个7个酋长国呢，一起还是成立于1971年12月2日。但是啊，其实，在1971年12月2日这个国家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啊，整个国家没有7个酋长国，只有6个酋长国哈。那有哪6个呢？第一个是阿布扎比，第二个是迪拜，第3个沙迦，第4个安基曼，第5个乌姆盖万，第6个富吉拉。那其中呢就少了一个酋长国，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酋长国，就是纳斯海马。在1971年12月2日的时候，这个纳斯海马哈当时是在犹豫，并没有想要加入这个阿联酋。因为阿联酋刚开始准备创立的时候呢，他们是在一个大哥的领导之下去做这样一个决定。这大哥是谁呢？就是我们昨天去过那个清真寺的纪念者谢赫扎耶德本苏尔坦阿拉拉哈扬，在他的领导之下，准备成立一个联合的王国，但最开始在他们的计划当中，并不准备只加入这几个国家。他们原本的计划当中应该是9个酋长国，除了阿联酋今天的7个酋长国之外，还有2个国家，大家猜猜是哪两个小国家？科威特、伊拉克。再说一遍什么问题？是阿联酋现在是7个酋长国嘛？他们原本计划是9个酋长国。还有2个国家，我一说哈，你就知道了。科威特的话，但这个想法挺好的哈。科威特其实确实很想加入别人，因为他想，科威特是想要远离谁呀？远离伊拉克哈。因为科威特以前是伊拉克的一个省，大家应该知道哈，被英国占领之后分治啊，就像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样，也像这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一样哈，那应该知道这本身是一个国家，对不对？那伊拉克和这个科威特也是一样的哈。那还有2个国家，就是现在2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国家，一个卡塔尔和一个巴林哈。这2个小国，他们原本计划是9个国家一起组成一个联合的王国哈。但到最后呢，卡塔尔和巴林明确拒绝，当时的纳斯海马还在犹豫当中哈。所以到1971年12月2日的时候啊，其实当时的阿联酋并没有7个国家，它只有6个。这个时候纳斯海马没有加入进来，在次年的2月份哈，纳斯海马才加进了这个大家庭，进入了阿联酋的一个大怀抱当中哈。成立之后的这几个国家哈，那很显然是在阿布扎比的一个帮助下，都有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发展哈。
那在此之前，可以跟他说一下这个谢赫扎耶德这个人哈。谢赫扎耶德这个人的继承道路呢，他本来是阿布扎比的这个酋长，但他继承道路呢，并不是顺利进行的，不是这种顺继承哈。来讲一下在阿联酋的继承制度哈，这些阿拉伯国家，我们昨天有提到过，谢赫扎耶德的儿子哈尼法是阿联酋的第2任总统，那哈尼法的后面的一个继承者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谁呢？是哈尼法的弟弟。大家发现没有，在他们的家族中间去继承的时候有一个顺序。就像那个赵匡胤，那兄终弟及嘛，就是赵匡胤，结果搞不下去了。对，大家提到一个词儿哈，他们在阿拉伯地区哈，他们的继承制度是这样的，是兄终弟及，然后就是父死子继。首先呢是在兄弟当中去传承，传承结束之后呢，会去传给自己的孩子啊。所以在哈尼法去世的时候，是把他的皇位哈传给了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先生。那他们的继承制度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么在扎耶德先生那一代呢，其实他本身不是皇位继承人，继承的这个皇位的人呢是谁呢？是他的哥哥哈，是他的哥哥继承的这个皇位。但是他的哥哥思想比较保守，是一个本分安稳的阿拉伯人。所以当时呢，即便是阿联酋有非常多的石油资源，但是他的哥哥并没有去大量开采了一些石油，但是哈提供的财富远远不足。为什么他不去大力开采呢？他想过了这个问题，石油资源是有限的，你天天使劲去开采，那你开采完了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就没有钱了呢？所以要保持一直富裕的状态，那你就慢慢开采，有计划的去开采，缓缓的去开采。他呀想的是，反正做别的我也发不了财，开采石油那就够了，所以慢一点开采。而且哈，他们这个国家，就在这个地方的人哈，很多人都是穷了，穷开心。人说穷不过3代哈，他们可能穷了有几十代，对吧？可能没有几十代哈，因为可能穷到第3代的时候就穷不下去，没有人了哈，连饭都吃不起了。所以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哈。那他们没有这么富裕过，以前也有钱，但是一般都是皇室家族，没有这么富裕过。酋长也考虑这个问题哈，也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哈，他们开采了石油，获得了财富之后，你猜猜这些酋长他把财富放在哪里？美债，瑞士银行。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保险箱哈，很大的一个保险箱，专门定制的，里面全部都是黄金。拿这个石油开采，最开始兑换黄金，对不对？后来跟美元挂钩，刚开始跟黄金啊什么都挂钩的哈。然后兑这个黄金，兑完之后呢，就把它放在家里面的保险箱里面、保险柜里面，不拿出来花，穷怕了哈。祖代代都是牧民，终于有钱了，不敢花呀，所以就把它放在这个保险箱里面去哈。那这个时候呢，国家依然是那么贫穷，人民呢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因为大量的财富都在皇室成员的手里，他也把这个钱捏在手里，放在保险箱里面，不拿出来花呀。你过来开个石油，你连几条水泥路都没有，还是走那种沙子路，那怎么发展经济啊？人民怎么生活呀？所以哈，内部对他的这种行为是很不满的。再加上当时的英国哈，还是在这块区域有很大的一个语言发言权嘛。英国的这边的皇室对他们也不满，你把那些钱都弄得不花，那我怎么赚你的钱，对不对？所以在内外势力的一个夹击之下，发动了一个和平的政变，直接找到他的大哥啊，找他哥哥跟他说，要不你下台吧。大哥说我不想下台，那外部势力说不想下台，我就把你弄死。内部势力也说你不下台，我就把你弄没。没有办法哈，这个时候通过谈判，把这个扎耶德先生又推上了这个皇位继承的道路。他继承这个国家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是打开这个局就是王者，对吧？就以为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开局啊，这么多石油，这么多钱，怎么花得完呢？以为是那个好位置，但其实啊，在他刚开始继承这个王位的时候，在这个国家人口哈，阿布扎比整个阿联酋只有16万人。是一个国家10几万人口，那叫什么国家呀？不就是一个大一点的镇子，一个小一点的镇子吗？那当时阿联酋水泥路没有几条，学校没有几所，医院更是少得可怜，这些主要的公共设施它都没有，所以这根本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小镇哈。
而且最恐怖的是，当时他进这个国家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植被覆盖率只有0.5%。天哪，朋友们，一个国家的植被覆盖率只有0.5%，怎么去发展啊？怎么去生存啊？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人类去生存。所以，扎伊德先生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版图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个天崩开局啊，那真的是崩溃了呀，他要崩溃了。后来呢，这个扎伊德先生就大力的去开采这个石油，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换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有钱它没有用啊，朋友们。你说你要修一条水泥路，你把石油开出来之后，这个泥氢从哪里来呢？大家说，哎，有石油不就有泥氢吗？不是，还需要提炼，对不对？哎，需要提炼，他们没有化工厂啊，怎么办？哎，建，没有技术，怎么办？还是修路吧，老老实实从其他国家去把泥氢买回来。我就是有这么多石油，我都没有泥氢可以用。从其他国家把泥氢买回来，那要想富，先修路吧，把这个道路铺设好。大家可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这个道路可以说修建的还是挺不错的，至少我们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大家很难会感受到颠簸。这里一个坑，那里一个凸出来的。包括大家可以看他们的道路，他们几乎没有道路上有补丁，你们发现没有啊？而且每条道路都是非常的宽敞，对不对？花了很多的钱，大力去做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朋友们，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在这样一个沙漠地区修建一条道路，比我们国家修建一条道路的价格贵得多。我是说它的成本造价贵得多，就是要花的钱。但是哈，他们可能哈，在一条道路上花的钱，并没有我们中国在一条道路上花的钱多，因为我们需要年年去修，经常去修。第一个呢，跟工程质量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跟中国的这个气候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哈，比如说降水这一块啊，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他们这边降水比较少，再一个呢，就是第一次修建的时候就以最好的工程质量、最高的要求去修建它，所以在后期维修上面会少很多。这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很少看到补丁这边。他们没有霜冻，他们不打霜啊。第一个不下雨，第二个没有，它不结冰，不结冰，这两个对它路面影响就很小了。对。哎，讲到哪儿了？继续，给我忘了。讲你说这边修路成本是大陆的2倍。不止哈，这条道路哈，他们的厘清投入啊，朋友们，他们这个地基建设，阿布扎比一条道路可能说出来大家都难以相信，这个数据哈是中国建成道路的一个15倍的一个价格去建的哈。尤其是像谢赫扎伊德大道那个大路上哈，它是按照这个飞机跑道的一个标准去建设的哈，所以是花了很多钱去投入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那你修好了路，这个时候就开始可以去花更多的钱，哎，我们就可以引进外资。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你有钱没有用，你要买东西从哪里来？只能依靠这个海上之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去进出，你才能把东西买过来。你买到港口之后，你有需要路啊，把它连接到每个人的家里面啊。你就是想修一个学校，连书本都没有，你怎